那门生见蓝忘机的反应，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，激动道：“夷陵老祖去世多年，这些年来，谎称自己是夷陵老祖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也没见您这般过呀。韩光君，我知此言逆耳，但是有的东西该放下就要放下。你要是再这么折磨自己下去，难保要出什么事啊。”他又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像是在看什么勾引良家妇男的狐狸精一样，摇摇头，惋惜的又叹一口气。魏无羡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好气又好笑。也对，好多人连他的脸都没见过，见到这副打扮，第一反应可不就是在模仿夷陵老祖吗？可怜他堂堂正正的一个魏无羡，这几天先是碰见了自己的转世，现在又被旁人当成模仿自己的江湖骗子，真是世风日下。他忍不住开口要为自己辩解几句，虽说这人说的话10句里有8句他都没听懂，但就听懂的部分，总还是让人不忿。不是。蓝忘机道，他不是。蓝忘机向前走了2步，不动声色地把魏无羡挡在了自己身后，顺带连着那令人不爽的视线也一起被蓝忘机挡住了。他道：“多谢前辈好意，但是不必了。”魏无羡愣住了。蓝忘机身量与他相近，但此刻站在他身前，魏无羡才觉出蓝忘机这12年是真的愈发成熟了。站在他背后，只觉得无比安心。那门生见状，尴尬地笑了2声，便借口离去了。魏无羡在他身后探出头来，笑道：“韩光君，多年不见，脾气渐长啊，现在都敢顶撞前辈了。”蓝忘机看他一眼，道：“不是顶撞，实话实说而已。”魏无羡又是一阵语塞，他摸着下巴，心中一阵不可思议。这蓝忘机真是长本事了，多少年前这么逗他，他还知道生气，要骂他无聊无趣，现在居然都能平平淡淡的回答他了，还能把他一大堆话一口憋回嘴里，不上不下噎的难受。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他把手里的糖人转了2个来回，一口咬掉了糖人的头。兰陵今世的事。蓝忘机突然开口：“如何？”魏无羡：“什么？”他猛地一拍头，懊恼道：“对对对，我这脑子，我还以为我已经告诉你了呢。”他捡着重点言简意赅地顺了一遍，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。蓝湛你怎么看？蓝忘机道：“为何？”魏无羡一拍手：“那什么所见略同，我也觉得哪里不对劲。”他3两口把糖人吃完，随手想把竹签扔到一边，又看见蓝忘机的神色，伸出去的手生生一转，又收回自己袖中。金子轩这事儿也太巧了，有人送了邪玉，事后打点的时候竟然没能发现上面的诅咒。哪怕这人做的极其隐蔽，非常人能识，怎么偏偏金子轩更换玉佩时就选中了这一块？万一他没有用这块玉，上面的怨气等待时间过久暴动了该如何？万一这块玉并不是拿来做玉佩，而是挪作他用，又该如何？达成现下这种情形的条件，未免也太严苛了些。他和蓝忘机对视一眼，蓝忘机道：“有人接应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只是兰陵今世这么大，尚不知此人是谁。他转过身来，倒着行进2步，又笑道：“总之是谁使坏，现在还只是猜测。先搞明白怎么破掉这几手玩意儿，总不能大海捞针的去查谁得过这么一块玉吧？再给金孔雀10年，恐怕也不够用。”蓝忘机点头，魏无羡忍不住又要笑。蓝忘机现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，无论他说什么，蓝忘机总会有些反应。现在他说这种无聊的夸张话也要跟着嗯一声，当真变化不小。他眼睛一转，正欲再说什么，却听到一侧传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嚎哭。魏无羡一下收敛了笑意，回身看过去，那是一位约有15、16岁少女，哭的脸都皱在了一起，跪在地上，怀里搂着一具相貌可怖的干尸，无措又绝望，撕心裂肺地尖叫着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一同走上前去。少女身边围绕着被哭声吸引而来的人群，却又畏惧着干尸的骇人，不愿靠近，只在少女周身空出一片真空般的隔离层。这姑娘怎么了？抱着具干尸哭什么？怪瘆人的。不对，看这打扮，怎么有点眼熟？有人壮着胆子仔细看了几眼，高声惊叫道：“这不是阿月吗？
怀里抱着的这个是他哥哥吧？闻声，人群中又有几个人恍然道：“不错，你们瞧这穿着，跟他哥哥一点不差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”魏无羡用陈情拨开人群，仙家人来了，都让一让。那些人看他一身黑衣，仪表不凡，下意识便侧过了身。又看到他身后谪仙一般的蓝忘机，登时便空出了一条道路。蓝忘机向人群点头致谢，魏无羡毫不顾忌地俯下身来，安抚性地按住了阿月的肩膀。他低声在阿月耳边说了什么，少女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如同得到了什么救星一般，扯住了他的衣袖，瞪大的双眼中不断滚落大滴大滴的泪珠。魏无羡反手握住他的手，抚慰般的笑笑。他抬头道：“都散了散了，围着一个小姑娘算什么？”